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产品背后的秘密。那各位知道什么是产品吗？那产品呢是怎么被制造出来，又怎么到消费者的手上呢？那这个过程中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那这边呢，今天就是以这样的角度呢，介绍给各位。以及说呢，破除一些迷思有的人可能想说，研发人员只负责设计产品吗？那其实呢，并不是的。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研发人员几乎会参与到所有的流程。那这里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等一下呢，细部会来讲解一下个别的呢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关联性。那这边呢，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跟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好的，我们在产出产品之前呢，我们等一下呢会依序的来介绍章节。所以等一下的章节呢，各位如果是顺序的往下看，就是代表它产品呢产出的一些流程是这样依序的下去。那本章节等一下后面呢也会依序的来再做说明。那一开始呢，一定会有产品的初期的开发。那这里呢，主要分3大类型。第一种呢，我们可能是透过市场的调查，得到部分的一个消费者有这样的需求，以至于说我们要开发这样的产品。那第二种呢，是属于自主性开发，可能是供应商、制造商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去开发新的客群，都是属于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在现有的一个产品线，你可能在市面上已经有看到了，那你可能也想做类似的一个功能或是规格的一个产品，以至于呢来做投入跟开发。这边呢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一般初期的开发是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及成本的。那这边呢因为细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那这边就没有再赘述。那这边呢有可能我们在初期开发呢，它可能是失败的，因为有经过测试等等的，或是呢没有办法符合市场需求。那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会终结之后呢就没有后续的一些后面的流程所以呢我们往往会走到等一下后面第2个章节的流程呢，就代表这个产品呢已经定案，已经要做量化。那这边呢给各位来了解一下。再来呢，如果我们走到了这个章节，代表这个产品呢，它已经是定案要准备走量化的一个流程的所以代表呢，它是准备要生产的所以再来，我们一开始最主要呢，要先产出泵表。那什么是泵表呢？我们就把它简单来想说它就是一个零件的一个总表。那零件总表包含了什么样的资讯呢？有可能是料号、品名、数量、供应商甚至于单价、成本等等的这些资讯那这个里面呢，料号又是什么呢？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料号呢，一般呢它称呼的就是我们每一个零件呢会给它个编号所以我们在业界会称它为料号。品名呢就是零件的名称的意思以及数量基本上呢我们一般的泵有这样就足够了。那其他细项有可能是供应商等等的这类的呢就看每一个公司的文化以及它的流程呢有所不同。那这个泵的架构呢，一般呢会是由研发人员来做的因为呢研发人员呢他从产品初期的设计来做之后呢他对产品是最了解的。那其他的部门呢不一定了解这个产品，所以必须要透过泵来快速的去了解它所以泵呢在这个流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看过产品、不了解产品的时候，可以透过泵快速的来了解说这个产品总共有哪一些零件，数量是多少，以及说它相对应的资讯。那这边呢泵表的产生呢就是一样也是有学问的那这边呢它会有关于可能是组装啊，或是售后服务，以及说我们的零件要怎么去发料要怎么去采购它那这边呢详细这边就没有再赘述因为这边如果要细分的话呢它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那各位呢就先了解到这一块我们最主要呢要先有零件的一个总表，我们才能做后续的动作咯。好的，那已经有了泵表的产出之后呢，再来我们就可以做发料的动作。但是呢，在这个前提呢，必须要有图面。一般呢，我们的零件呢，供应商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呢，会做一个工程图。那这一部分呢，详细的部分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到工程图的认识篇，
这里有更详细的解说。那为什么要有图面呢？那图面又是由谁来制作呢？一般还是由研发人员来制作。因为呢，这个零件呢，到底它的装配以及组装上呢，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项还是得由研发人员来做会比较合适的。所以这部分呢，基本上都是由研发人员来做产出。那这里呢，我们在标注公差以及基准面等等的，尤其是有装配上的呢，就必须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呢，如果这一部分我们前端没有做好，后续呢，在组装上就会有装不起来的问题，或是说安装的时候会有干涉。所以工程图这部分呢，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关键，而且呢是必须要仰赖经验的。很难说我们直接呢透过文书上呢能够去精进它，一般呢都会要实际上去装配，以及说有看过一些制程，我们才有办法更清楚的去了解它。那这里呢，另一部分呢，就是公差的一个感觉。公差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一般的设计变难呢来直觉的去知道。往往还是得要有实际的组装，以及说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必须要呢做一个微调。那微调的时候呢，就必须要仰赖的经验以及那个手感，或是厂商或是组装人员的一些建议来回馈。所以在这个前期呢，工程图的制作呢是仰赖经验跟原本的一些专业呢来做整合，整合完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最符合实际上做出产品以及组装的一个工序。再来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零件做发料的动作。那这里呢，各位可能会想说，那再来呢就没有研发人员的事情了。那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呢零件做发料的时候，第一个呢，一般是由采购的部门呢，来寻找适合的供应商，要用什么样的工法？那可能是车床、铣床，或是像是齿轮等等的这类的供应商来做制作。那制作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有一些价格上的问题。那价格上的问题呢，可能在供应商跟采购协商的过程中呢，可能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呢，就会来询问研发人员。那询问的时候呢，研发人员就必须要呢跟厂商来做沟通。如果哪一些成本呢，可以节省下来，那这个地方呢，特征可以怎么样去改？以及说呢，外形啊、尺寸哪里可以做变更？那这里呢，就必须要研发人员会最清楚，因为这个更动的尺寸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产品？这个部分呢，就必须要由研发人员来评估。所以在这个零件发料的过程呢，其实研发人员也是会参与的，以及说有时候呢是制程上的问题必须要去做克服，或者是说公差上呢可能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时候呢，供应商一般呢会先来做探讨，以免说后续如果没有做到公差内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衍生的问题。以及说可能有一些工序啊，像是焊接等等的，焊接的方式呢比较不理想，那可能呢会有供应商这边呢回馈给我们的设计人员，然后再做设计变更。那这一部分呢就是会有很长这样一来一往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如果研发人员的经验呢越好的话，相对的这一部分的沟通呢就会越顺畅。那这一部分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来参考一下工业台语篇因为在台湾呢，在各供应商的沟通的过程呢是非常仰赖台语的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这边来做一个延伸的探讨。那这边呢，各位来了解一下其实在发包的过程呢，研发人员也是会参与的哦。好的，那我们零件呢，终于制作完之后回厂内之后，那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尺寸的检验。那这里呢，一般就会透过品保人员或是品检单位呢来做尺寸量测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确保说零件呢，它的尺寸是不是依照我们的图面去制作？那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后续呢生产啊，或是其他的像是售后服务，那如果就是没有做这个检验的过程呢，假设这个东西呢又有问题，那后续衍生的呢会很麻烦的。所以一般呢就会做这个动作。那这里呢就要依照我们的零件呢，或是我们的属性
来看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检验它啊。有一种呢是属于全检，全检就代表说假设我进来呢有100个零件，那我就是100个零件全部都要做检验。一般会做全检的，代表说这个零件呢，第一个它可能它的价格比较高，或是呢它是属于重要零组件，我们会做全检的动作。那第二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属于抽检。抽检的话，你可能这100种里面，你可能抽个5个或10个来做检验，然后来看它的不良率是多少，来做判定。那这个方式呢，就看各位的供应商的文化呢来做一个调整。那这里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那我们进来之后呢，要怎么样呢去检验它？那这个过程呢，你可能想说，那就是品保的责任，品保的那边的工作，研发人员怎么会也会参与到这里呢？其实也是会的，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会检验出尺寸它可能有问题，但是呢，它又是属于一个边缘的地带，它又不是说真的不能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透过沟通请研发人员来观看说那这个尺寸或公差这样子 O 不 OK， 对产品有没有影响，以及说呢有时候呢是供应商制作错了，那这个过程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做补救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会透过研发人员来做这一部分的沟通那这里呢让各位了解一下，原来在这个零件的检验呢也会有研发人员的工作咯。再来呢，我们就要做生产的组装了。那生产的组装呢，各位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子就是组装人员的工作了吧？其实呢，还是有可能研发人员会出面的。为什么呢？一般呢，如果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是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那有可能不用透过研发人员组装人员已经非常的有经验的。但是呢，如果它今天呢是一个新的产品或是一个新的模式，那这个部分呢谁是最清楚这个产品的一个流程以及它的组装的步骤呢？就是由初期设计这个产品的研发人员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呢是最清楚说这个东西这个结构呢，它到底哪一个地方呢需要去注意的。在组装上必须要特别注意，以及说它组装的步骤呢，有优先的顺序，或者是说哪一些地方必须要模组化，以及说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哪个部分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怎么样去解决，以及说我们组装完之后怎么去测试它这个功能到底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研发人员最清楚的。所以呢，往往呢，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呢，研发人员也会参与，尤其是第一次在做试量产的时候，或是量产的时候呢，就会做这个动作。那这样参与的过程呢，第一个呢，一样是做一个沟通，到底怎么样呢？去把这个优先的顺序呢，排定出来。当然有一些公司呢会有特定的一个团队呢是负责在一个生产的过程呢怎么去安排工作的那这边呢一样是看每个公司的文化的不同。那一般呢，也就是研发人员是最清楚的那这里呢，我们如果已经有了解到之后呢，那我们组装人员呢就可以知道说那这里呢我们怎么去排定它，安排工作，怎么样去组装，最终呢把这个产品呢由众多的零件呢把它组成一个产品，以及说要怎么去测试相对应的功能，对不对？那这里呢让各位了解一下关于生产组装的时候研发人员也会参与的部分那再来我们把产品组装完之后呢，再来呢我们就要做成品的检验那我们这边呢成品就代表说它已经是一个产品了，我们要准备来做一个出货的动作，或者是呢我们要做入库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就要做功能性的测试。那功能性的测试呢各位可能会想说，那这也是品保的工作由他们去做我们来看说哪一个环节呢可能有问题，可能外观上或是哪一个部分呢组装人员没有组装好没有错，这是他们的工作。那前期我们要把这些标准定出来的时候也必须要由研发人员呢来做定案因为呢我们这个产品到底需要检验的项目是哪几项，以及说哪一些部分呢是
外观上是没有关系的，以及说有一些地方呢，哪一些功能上呢，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有一些可能是它的偏摆的一个精度，甚至说有一些呢是锁腹螺丝的扭力的大小。等等的，或是皮带轮呢，皮带齿轮，哪些地方要上油，要上什么油，要上多少公克等等的这种细项呢，也是研发人员这边呢会协助以及参与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当我们通通定案之后呢，一般呢，我们用口头来阐述呢是还不够的，所以呢，会由研发人员呢，或是跟评保单位呢，共同呢来探讨，然后呢，产出一个文件叫做 QC 表。那 QC 表就代表说我们要检验的项目是哪几项，所以我们的评保人员就会透过这个文件呢，来对我们的成品做检验。那检验完之后，当然我们就是有合格的成品呢，才可以进到下一关。那不合格的呢，一般呢我们就会做一个 NG 呢，我们就会退回组装人员请他在这边呢再做一些处理。那这里呢就是最主要这个品质检验的部分呢，一般会做在这一块。然后呢，研发人员其实初期甚至说中期、末期都有可能会参与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就会请研发人员来协助说这样的情况是怎么状况，因为可能一整批的产品都出现这样，那这里呢，研发人员就要必须去探讨，然后找出问题以及怎么解决咯。那这边呢，让各位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成品的检验这一块的一个流程哦。再来呢，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品质的检验 OK 之后合格了，那我们就会做包装以及说甚至是直接做出货。那这一部分呢，那就是我们就是依照我们各个厂内呢，它是怎么样出货的方式，像是我们可能是国内出货或是说我要走海运、走空运，或是走什么样的快递等等的，就依照这样的模式呢来做包装与出货。因为不同的出货方式呢，它会有不同的包装的一个过程。那这边细节就没有再探讨，就稍微点一下，让各位知道一下。那这部分呢，部分的时候呢，研发人员可能也会参与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成品的部分呢，我们可能要做包装。那包装的时候，有时候呢，有一些包装，比如说它是用特固笼，或是用保丽龙。以及纸箱的时候呢，就要透过研发人员来做一个设计。因为你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我们最终的产品呢是组合完成的，但是呢，因为要包装节省空间，必须要做拆解。那拆解之后呢，就有一些客人必须要组装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就会设计这个纸箱来做一个安装。那这部分呢，也是研发人员必须要去处理的部分。那这里呢，都让各位了解一下。当然不一定每一种产品都是这样，有些产品呢就是没有这一块，是直接呢整个产品是完整的，所以使用者是不需要再做组装是直接做包装的。以及说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呢可能是走海运甚至空运的呢，是用木条箱做丁箱出货的这样子也是有的。那这里呢就让各位了解一下包装出货这一块咯。再来呢，我们产品已经卖到客人的手上之后呢，我们之后有可能会遇到售后服务的问题特别是呢，我们如果产品呢它是属于高单价的它不属于消费性产品或是消耗性的呢，它是属于一些工业产品尤其是工业产品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类似摩托车、汽车等等之类的，往往它都是会有一些售后服务的问题。那售后服务的问题呢，一般呢我们就必须要在初期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考量到的所以这部分呢，研发人员在初期的规划呢就非常的重要。如果呢在初期没有规划好呢，我们后续的售后服务就会出现问题。有可能呢你的东西呢是不是在台湾，如果是在国外的时候，光是要售后服务呢，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当面的呢到客人那边处理，以及说我们要跟客人沟通呢，也没有办法直接的沟通，可能透过文字，
图片、影片等等的，而且呢，客人呢又不一定是专业的哦，那这样子呢，我们在沟通上呢，哦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以及说客人他可能按照你的步骤来做更换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把产品修复好，那这样呢就非常的困扰哦，所以这个初期呢，我们在产品的设计呢，就必须要考虑到售后服务哦，让客人呢以后维修零件坏掉是非常好更换的哦。当然呢，这一部分也会牵扯到产业别哦，像举个例子像是汽车的产业，汽车的产业呢，它的技术就是非常的成熟。就算我们设计人员没有办法直接的跟使用者呢来做沟通，要怎么去更换？其实呢，在各个国家呢、各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汽车的维修厂可以去处理这一块那是因为汽车的产业这个部分呢，它的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它在设计汽车这一块呢，也是很多模组化，以及说很多替代的一个零件呢，可以去做一些搭配使用，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部分。好，那这里呢就让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一块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产品背后的秘密。好，那这边呢介绍完之后，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事项就是研发人员其实呢会参与到许多的一个环节几乎是整个环节都有参与到。那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呢研发人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沟通那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呢，让每一个环节顺利然后呢我们把产品呢整个串联在一起让它呢可以顺利的生产出来，然后呢交到使用者的手中去做使用甚至可以维修售后服务继续来做一个使用那这里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研发人员绝对是最清楚这个产品的所有的环节那这里呢可能会发生一个现象那可能呢研发人员其实呢对产品是不了解的，那这里呢会有几个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其实研发人员自己呢是没有用心的那第二个呢，你可能呢是承接其他研发人员的人的工作那你的初期呢，你可能没有留下资料，以及呢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导致说你不了解它最主要是这两种是最有可能的那这里呢无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如果是身为研发人员呢就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个环节，那最重要的就是去做沟通那无论呢了解与否呢，其实呢我们都可以从各个单位各个人身上呢得到一些讯息，然后最后来整合出来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它的历史以及它呢相对应的一个讯息呢给它找出来那这里呢就让各位了解一下关于产品背后的秘密以及研发人员所参与到的这一块的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